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塔塔。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道有一点点麻烦却又很好吃的鲜虾大馄饨。试试看自己动手做馄饨，馅料新鲜，口感滑顺，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。先来做油葱酥，把切好的红葱头放到锅子里，加入适量的油，你也可以用猪油，先用中火慢慢的加热。等红葱头都均匀受热之后，再转中小火慢慢的煸，差不多看到红葱头有一半都转金黄色之后，就可以关火了，用余温慢慢的让它熟透。等全部都转金黄色，就可以把油沥掉。像这样抖一抖，把油沥干。我会倒在厨房纸巾上吸掉多余的油。像这样摊开来散热，油葱酥就会酥酥脆脆的了。强烈建议油葱酥一定要自己做才会香哦。这个油你可以拿来炒菜或者是拌面，都超好吃。这次馄饨我准备的部位是老鼠腱，这个部位的肉质非常细，脂肪少，特别适合拿来做馄饨。但是这部位缺乏油脂，你可以搭配一块肥肉或者是梅花肉、五花肉都可以。肥瘦的比例大约是1:9，有筋的地方呢，记得要先处理掉。你可以请摊商帮你搅2次，会比较细。像我自己处理的话呢，我会先把肉冷冻一下，然后再这样切成小块断筋，这样等一下我们处理起来就会轻松多了。自己绞肉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细心慢慢的处理。把这些肉块先排在上面，然后像这样挤压下去就可以了。其实自己绞肉还蛮疗愈的，而且绞出来的绞肉比较松，品质比较能够自己掌握。像今天要做的馄饨，我自己绞，只要绞1次就可以了。你可以一次绞多一点，然后放在真空袋里面保存。绞完肉之后呢，懒得用刀剁的人可以选择食物处理机来打，或者是用调理机打一下就可以打出粘性。但是打过头的话，肉就会比较像丸子。最好的口感就是用刀来剁咯，因为我们的肉已经处理得很好了。像这样剁一剁，大概重复3到5遍就可以打出粘性。剁一剁之后，反折过来再剁，分成小部分来剁，也会比较好处理。直的、横的都剁，直到肉的表面出现这样的毛边，产生粘性就可以了。这样馄饨的口感才会细细滑滑的。等到你吃到好吃的馄饨，你就会觉得这一切都值得了。馄饨的内馅呢，跟水饺不太一样，大致上有这些材料表在上面，有需要的人请自行截图。这个五香粉是我自己打的，你也可以在中药行买到五香粉。接着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帮肉调味。蒜泥没有一定要加，是我老公喜欢，五香粉是一定要的啦。还有蚝油跟酱油调味。你可以戴手套来拌，但是我觉得手洗干净就好。像这样顺着同一个方向来打，让味道吃进去。底下呢，像这样没有水水的就可以了。我喜欢内馅带有一点葱香，还是会切一些葱进来。喜欢有韭菜香的，也可以用韭菜。比例大概4:1。接下来是这个秘密武器——油葱酥。加了油葱酥，可以让内馅吃起来更有层次。我大概加了2匙，15克左右。拌一下，接下来是这个油葱酥的葱油。现在油已经冷了，我们把它重新的加热，直到140度。接着呢，把这个热油直接的淋在葱上，激发出葱的香味。快速的拌一下，把这些葱跟肉馅充分的拌在一起。你可以用芝麻油替代，但是用葱油会让你的馄饨更好吃哦。最后我们再来打水。先少部分加入，让肉慢慢的吸收水分，直到你的肉馅看起来湿润的感觉为止，但是也不能太湿，像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这时候肉馅软软的不好包，容易出水，表面贴一张保鲜膜，放到冷冻1小时之后再包。这样贴着除了可以入味之外，也比较不容易产生水汽。时间的关系呢，我就赶紧包了。先取用一部分的肉馅放到磅秤上，这样好测量每一颗的重量。
把馄饨皮拿这样歪歪的来包，我会先抹上一点水，这样馅料比较不会跟皮分开，然后把料放在中间，边缘再抹上一点水，接着呢像这样交错叠起来，边缘按压一下，让皮粘合，然后再把馄饨倒过来，左边这边抹上一点水，方便粘合，然后右边这里叠在左边的上面，再把馄饨转回来，大拇指掐一下捏紧，像这样馄饨就包好啦。喜欢吃虾的人呢，在馅料上面放一只虾进来，我没有买到腌制虾，用一半的炒虾也很好吃。馄饨的包法很多，这个包法呢算是很简单的，提供大家参考。中指顶在中间，然后这样折进来，领筋拉一下，这样就完成啦。馄饨皮呢，其实可以自己做，会比市售的馄饨皮还要再薄一点。这一区是鲜虾馄饨，是我女儿指定要的。这一边呢是一般的馄饨，会比小馄饨再大一点。喜欢吃小馄饨，也可以买小张的馄饨皮。馄饨当天没有煮，可以这样放在保鲜盒里面冷藏2天。冷冻的话可以放更久，这样想吃馄饨的话，马上就有了。油葱酥要放冰箱，不然会变软哦。接着是馄饨汤底，切2颗洋葱，一点姜片，还一点蒜头，配料大概就这样。你可以买猪骨来熬汤，不过我用排骨，味道会更好。把排骨汆烫后捞起来洗干净，然后放到冷水里面来煮。加入1小撮白胡椒粒，1匙盐，1匙糖调味。把这些配料都放进来一起熬煮。大概汤快滚的时候，盖子盖起来，用小火慢炖40分钟。懒得熬汤的人呢，其实也可以省略。等待的时候可以来切一点芹菜。馄饨汤其实也没有一定，你也可以用虾皮、紫菜、韭菜这些来提味，就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汤品。好啦，现在汤已经熬好了。今天的汤非常的清澈，看起来好好喝哦。这锅其实就是清爽的排骨汤了。另外煮1锅水来下面，水滚的时候加一点冷水进来，可以让面更加的弹牙。接着呢，放入馄饨，我的馄饨大概煮3分钟。一旁来准备汤底，碗底加入一点白胡椒粉，一点盐，一点油葱酥，还有刚刚的芹菜。你可以用一个网子把汤过滤一下，也可以不要过滤。像这样热热的冲下去，可以激发食物的香味。接着呢，把煮好的面放进来，然后馄饨放上来。不要忘记烫一点蔬菜。摆好之后，再补一点汤进来，一点油葱酥点缀一下，非常美味的鲜虾大馄饨面就完成啦！自己做的馄饨面，想吃几颗就吃几颗，完全不用客气。而且汤头清爽又美味。好啦，我已经等不及要开动了。面吸收了汤的精华，这个汤底带有一点葱油的香气，好好喝哦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馄饨啦。薄薄的馄饨皮看得到虾肉在里面，虾肉跟馅料的比例刚刚好。馄饨内馅的口感细腻又滑顺，超级好吃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